县主，上来吧。红姑娘，方才窦姨娘说，这是你的月事帕子，真是荒唐！你怀了孕，怎么可能会来月事啊？莫不是你根本就没有怀孕？那你可是蓄意蒙骗。仅凭你一人之言，就能将这罪名扣到我头上？快走，快走！贼人是谁？是红姑娘房中的婢女。哦，县主，是我家姑娘让我去处理月事帕的。她说让我找窦姨娘帮忙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是她指使我的。县主，拿下。是。县主，县主，他们拿的不是我，徐姑娘倒是有些意外。这月事帕的确是我的，只不过这是我家乡的风俗。女子有孕后，将这月事帕放在床褥之下，便可保胎而平安。我发现帕子丢了，怕有人不知我家乡风俗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，便去告知了县主。县主英明，让我莫要声张。若这府中真有心怀不轨之人，定会拿此事大做文章。一个黑心叛主，一个贪得无厌。子怡，县主，按理说，构陷红琳琅最大获利人就是你。我本不想疑心于你，可今夜你如此咄咄逼人，我不得不多想了。县主，我绝对没有害人之心，都是那些歹人的谎话诓骗了我。我就是一时着急了些。一个丫鬟，无缘无故陷害自己的主子，真是让人琢磨不透，需要好好审问一番了。县主，他们是冲我而来，能否由我来审问？县主放心，我定不会冤枉一人，更不会让真正背后之人逃脱。应了。看看，这是什么？里面是谁？他是一个少女的兄长，他父母双亡，和妹妹相依为命。哥！你骗我！是你害死了他！我没有骗你，他的确是有一个妹妹，他的妹妹才8岁，而他却被你的哥哥害死了，还有无数这样的冤魂枉死。你哥他十恶不赦，死有余辜，可你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他不值得你为他复仇，更不值得为了他搭上自己的性命。让你害我的人，怕事情败露，必定将全部罪行推卸于你，让你独自顶罪。你的命除了你自己，不会有人在乎的。我知道你在，你不是一直都在吗？就你一点也不领情了。我哪敢不领师父的情？我只是谨遵师命。你这样，是谨遵师命的样子吗？你还记得，
你下山前我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？琳琅，珍惜自己的命。方才，你并没有想要夺刀。师父放心，我不会比我的仇人们先死的。想让他指认徐子怡，恐怕不容易。这么做，只是为了让信徐子怡的人对他起疑心。如今，县主对他已经生疑，接下来便是让萧协看清他的真面目。提到他，你不应该是这个神情啊。很奇怪，我们在这儿这么久，竟然没有看到府里巡逻的人。他们巡逻的路线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你怎么对王府这么熟悉？我还真是好久好久没有这么放松了。师父下棋总是比我多想一步，你今夜在此，就是为了这个吧？我这是在帮你，他是你唯一的软肋，不要再对他心存幻想了。显世子，你放心吧，刚才我见到的事情我不会多说，但只要你安分守己。我来不是说这个的，只要我肚子里怀着王爷的孩子，我的身世过去，人品好坏，整个府上不会有人在意的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显世子是朝中之人，我有一事，只能请显世子帮忙。说吧。我的婢女月牙，不知何因构陷于我。我查到前些日子她的兄长失踪，她一直说是仇家所害，还要去官府报案。我觉得其中必有蹊跷，可我哪里有官府的门路？还想请显世子帮忙打听一二。仇家？因何事结仇？月牙说，他的兄长是来县县衙主簿，得罪的人不少。或许和过去的什么案子有关。来县？月牙说，他兄长审理过最大的案件，便是数月前来县那起农户夫妻被女儿所杀害的案件。此案之离奇，连我也有听闻。一个弱女子，一夜之间竟能亲手杀害父母，真是骇人听闻。你放我出去！哎呀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是，哎呀，我来送饭。冤枉的呀！哎呀，我该怎么办呀？翡翠，翡翠，你可算来了！他们这是要关我一辈子呀！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呀？我……您先别着急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，兴许能救您呢。我刚才看见，真的，我看的并不真切，但男女授受不亲，这大半夜的。男女之事，瓜田李下，何况都是28年华。这显世子是王爷的半个继子，可这个琴女是王爷的女人呐。哎呀，有意思了。
我得想想办法，让他们俩再亲近亲近。显世子，我这无官无职的冒昧来访，实在是不妥。哎呦，没有不妥，只是有些事情啊，不得不来打听清楚。徐姑娘前几天刚来，您本人今天又亲自来，我这小小的官衙能伺候王府的贵人，真是蓬荜生辉呀。徐姑娘也来过呀？是啊，是因为来县的主簿吗？对对对，就是他。他不知为何失踪了。徐姑娘问是否有人去寻他，徐姑娘心好，将那人的妹妹给接走了。妹妹叫什么？叫月牙。我的婢女月牙，不知何因构陷于我。刚刚那个是红姑娘的丫鬟吧？怎么会呢？你看错了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是徐姑娘嫉妒红姑娘，所以才陷害她的。徐姑娘为何要嫉妒红姑娘啊？还不是为了这显示。县主君安，不用再查了，都是孙月牙黑心叛主，将这丫头鞭刑处死吧。是。尝尝。白日里就见你吃的少，是不是后厨做的菜不合你胃口啊？白日里吃饭的时候，有个丫鬟被打死的事，你知道吗？听说了，那些下人也是，就应该把人拉远点打死，别平白影响了我们主人的胃口。你倒是很为我们着想。下去吧。可对于那些被活生生打死的人，怎么无动于衷啊？那些人都是犯了错的，犯了错的人，本来就要受罚呀。哦，我以为你会心疼他呢。我为什么要心疼他吗？他不是孙月牙吗？你们之前不是挺频繁联系的吗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还把他从金兆颖那里接走了，不是吗？原来你在查我。我不是要查你，我是在查孙月牙。但我的确挺好奇的，你说我上次来房间里面见到的人明明是他，你却谎称不是。那你们到底在密谋什么？你没有在查我，那你就是不信我了。也不知孙月牙的事儿能否让显世子认清徐子怡的真面目。不一定能让他彻底认清，但会让他生疑。不对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错？他为什么会怀疑我呢？林红儿，红琳琅，如果这一切都是红琳琅设的局，那从他接近我，他让我帮他抓孙主簿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孙主簿也是陷害林红儿之人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林红儿已经死了，那红琳琅呢？难道是替他报仇来了？显世子，显世子，显世子，哦，方才看见红姑娘在湖边坐着，风这样大，可别着凉了呀。告辞了。
别真着凉了。这么有意思的一幕，怎么能没有徐姑娘呢？那水不能喝。姑娘，真的，姑娘失礼了。你也是吗？姑娘，姑娘，你等等，公子，去纸笔墨来。是公子，我要把它画下来。告诉我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你胡说什么？红姑娘，世子这样上前，太逾越礼数了。抱歉啊，我一时情急。你刚刚喝水的样子，很像我一位故人。你也说认错人了，别再上前了。世子是王府贵胄，逾越礼数，受到的无非是责骂而已。可我不同，我的命和月牙一样，可以被随意夺取。红琳琅，小姐。客居多日，不便再叨扰，就此别过，这不是好事儿吗？不告而别，必定是出了什么事情，或者是被别人逼走的。哟，显世子来了。哎呀，说来也奇怪，这显世子一来啊，红姑娘的脸色怎么变得这么难看呀？我是有孕之人，自然有些时候脸色不太好。窦姨娘从未有过身孕，自然是不懂。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走。此事可难办了。这有何难办的？他要走，便由得他是了。从前我是不喜他，可现如今，只怕他走了，府上会发生更多骇人听闻之事。啊？那骇人听闻之事究竟是何事啊？当初你大张旗鼓的寻人，弄得满城皆知，还将人接来府里住了这么久。现如今他离开王府，且不管他的名声如何，外人又如何议论王府，议论你萧显呢？算了。红姑娘，此事与你无关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此事，我倒是有个主意。那红姑娘，你怎么看？不知她在这京城中，可有亲戚呢？哎，她不是有一个舅父吗？前些日子她出门去，不就是去找她舅父的吗？那便好办了。我们只需对外说，徐姑娘离府几日是去探亲，便可让外人不再妄加猜测。
县主可先派人将徐姑娘的舅父一家接回府中，若徐姑娘在，便一同接回；若她不在，便让舅父一家出面回乡接人。此法甚好。若是由他舅父一家出面处理，且不论能否接他回来，王府也能脱尽干系，少了闲言碎语。是，那就这样办吧。徐家为什么非要接我们回来县？是啊，他爹，这还派2个人押送我们。那徐子怡怕我们露馅儿，当初就别找爹爹当他舅父啊。这，喂，我要休息。哎，客人，您的茶水，请慢用。姑娘，你为何一直盯着我呀？我看姑娘脸色不太好，不如我帮你把脉吧。我看姑娘脸色不太好啊，不如我帮你把脉吧。啊，你会把脉啊？那太好了。县主要接你们进王府，想办法甩开那2个徐家人，返回京城，进王府。你这病可不简单啊！爹娘，那位公子说我身子不太好，要带我进屋里医治呢。什么？你脑子有病吧？爹娘，哎呀，我不管，我就要去。哎，你这要死啊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，你给我回来！啊，老头子，老头子，你别打孩子呀，老头子！追啊！娘，咱们家怎么不住这种宅子啊？哎呀，不，我也要住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是当年骆家的供词。我以为他们来是为我伸冤的，原来他们是来做伪证，说我和爹娘早就不睦，说我在家不顺父母，早有弑父杀母之心。他们是关键的证人，若没有他们的供词，你的罪不会这么快就定下来。舅父、舅母、亲亲，抱歉，之前把你们落下了。怎么会让骆家人进王府的？是啊，小姐，应该不会有事吧？此番出走，本就是为了逼迫县主给我个明确的名分。县主他不都把您的亲人接到府里了吗？这也算是承认了您了。先回王府再说。来，这个好吃。其实啊，说句心里话，当初听到你们的事儿啊，你尝尝呀，我们都不相信呢。这红儿的死呀，子怡，红儿是小名儿。你说他哪点好啊？
那就没有一点女人的样子吗？我当初把他说媒给县衙的孙主簿，那他爹对我都是千恩万谢的，因为他根本就嫁不出去嘛。啊，你说，哪点像我们家青青？啊，你看，貌美如花，天女下凡，能歌善舞。你看，你看看吧。可他又怎么能找到像您这样的王公贵族啊？你说我们心里怎么能就不恨呢？啊，爹，你喝多了，别喝了，爹。我没喝多。爹，我没喝多，没喝多。你回来了。我没喝多，我没喝多。舅父，红儿，不是，舅父，子怡。那你是红儿，红儿，红儿，你怎么变了，红儿，红儿？我回来了。红儿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舅父一家。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们一家。舅父，你喝多了，舅父，你喝多了。喝了你呀！舅母，快给他扶回去。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喝多了你。我对不起你。你究竟是谁？你为什么不敢看我？我没有。从我见你的第一面开始，你便不敢看我。显世子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。不知道。但我总会冒出一些疯了一样的想法。怎么了？不是疯了吗？我肚子里的孩子，能让你清醒一点了吧？让开！让开！你是想拉我们一起死吗？哎呀，我就是要钱。你要钱？我爹不是把钱给你了吗？你爹是给我钱了，但是如今我已经被接进王府，自然是要抬价了。抬价？好，那我倒要听听，你想要多少钱？5000两。你疯了！我哪有这么多钱？你这要是没有这么多钱，如何能够颠倒黑白，让这么多无辜的人去送命呢？还高高坐上世子妃的位置？闭嘴！好，我答应你。等我半个月，我休书回家，让父亲把钱送来。半个月？好啊，那我们就在这儿住上半个月。什么时候钱到了，我们什么时候走。你，哟，是好东西啊！
住手！哎，好好好。哟，哎，我瞅这件衣服你穿着也不合适啊。我们家青青倒是挺合适啊。走了，谢谢啊。要尽快想办法除掉这个祸害，否则夜长梦多。你看，瞧，这些个都是好东西啊！娘，你快看啊，这布料，这刺绣，真好，是好。哎呦，爹娘，你们说，我要是打扮成他的样子，是不是会让人们难以分辨？啊，这，爹，您不是总说，万一那王府少爷先遇到的是我，那世子妃肯定是我呀。我觉得咱们家青青可不比他差。就是。世子，世子，贱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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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你勾引世子！我要你勾引世子！贱人！我要你勾引世子！贱人！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世子，你快救我！他打我，我不知犯了何错。怎么这么闹的？这是怎么了？你可知道，诬陷他人之死，从犯和主犯同罪，都得死。他是要杀我灭口，我没有。灭口。青青姑娘的手怎么抖得这么厉害？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？你都知道了？你怎么会知道呢？我和徐姑娘是什么关系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是他告诉你的。你们让徐姑娘办的事，她自然会努力做的。只是她身边有显世子，不方便和你们联系。以后有什么要说的，直接和我说便是。不知为何，我感觉你变了很多。这感觉，从刚把你接入京中，我刚见你的第一面，我就感觉到了。你说，是王府的威严让你畏惧，是王府的嬷嬷教你规矩，让你藏住了本性，还是？你的手没事吧？变了心的男人，不怪自己，却怪他人。你说我变了，我是变了。这王府里的勾心斗角，我独自应对。你的捉摸不定、三心二意，我看在眼里。可你呢？你还让我像从前一样善良、单纯。对不起，我做不到了。子怡，子怡，让我去吧，反正你都已经厌烦我了。不，我从未厌烦过你。小兰，
我不想做孤魂野鬼，我想做你的妻子。你是我的简儿，你是我的妻子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等你好了，我们立刻成亲，好不好？子怡，子怡，子怡！大夫来了，大夫来了！小姐，洛就府一家来到府中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给父亲去写一封密信，让他找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来府中助我。还望县主禀退众人，我好为徐小姐问诊。都下去吧。徐小姐，我便是你父亲派来助你之人。刘云，关好门窗。这一套倒是很熟练。小点声，难道想让人知道？你不是不愿意见外人吗？如今这般大大咧咧的进入王府，你就不怕危险？我来王府有我自己的事情，也不全是为了你。那是为了什么？我为了什么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要保护好自己便好。刘云，师父他从不愿意提他的过去，他的名字、身份都是假的，他对一切人都心存戒备，他从不愿与旁人过多的相处。师父为何对王府的事情知道的这般清楚呢？瑞王年迈无子，有一个妹妹受封为瑞华县主，还有一个外室之子的弟弟，这便是萧显的父亲。萧显是瑞王一脉唯一的男子，理应继承爵位，但瑞华县主和萧显的父亲十分不和，他厌恶萧显出身不明，血统不正，一直阻拦萧显袭爵。或许这层关系，你可以加以利用。大夫来了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小姐，信呢？烧了。那我要如何信你？小姐如今四面楚歌，这信若是落到他人手中，必会对小姐十分不利。信中的内容，我已记下了。你说，与其养虎为患，不如斩草除根。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此人应对从容，怎么会屈居于父亲之下？小姐，你不信他？我也不知道，姑且就先试一试吧。显世子
有何赐教啊？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？显世子，您是记错了吧？那我来提醒提醒你吧。大约也是在此地，夜半无人，你与府上一名女子在此地单独相会。你说的是徐小姐吗？自然不是。徐小姐是显世子的未婚妻，如今她命悬一线，显世子拦着我这个大夫，我以为你是关心她呢，没想到你是关心旁的女子啊。我只是想劝你，如今你是以大夫的身份住在府上，要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，不要再起妄念。显世子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吧？我是见不得光的情郎，那你呢？你可是他的晚辈，见到他可是要问安行礼的。你心里想的龌龊事，又是什么呢？二位在聊什么呢？如此亲密。我初来乍到，向显世子请教一些王府的规矩。让开！哎，你这是我要给舅父一家准备个大礼。看来该轮到他们了。这么多珠宝，都是给我的。红姑娘可真大方。就算我想大方，我也没有这份财力啊。你是说，是徐姑娘？可是那日我跟她起了这般冲突，而且我听说她好像还受了伤，怎么可能会送我珠宝呢？我不太明白。青青姑娘聪明，有些事情还需要我点透吗？你有他致命的把柄，他自然不敢跟你翻脸，甚至有求必应。